嗨，大家好。刚刚呢，我已经在珠江边莲花山脚下已经骑到了这个清河的道路上，一共已经骑了8点几公里了。现在呢，我开始我第2段的骑行。我上次呢，就是来到这个附近前面的路就断了就没有办法过去了，因为在修建前面那个泵闸的一个大工程。但现在呢，我看这个泵闸应该修得七七八八了吧，看看能不能这边走得通但愿能够走得通。而我的左侧呢，就是莲花山，山上的宝塔、菩萨的金身和庙宇的金顶看得非常的清楚。好，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这个九寨冲泵闸的门前，调节水位的一个水闸顺便呢，这边也做了一个小的让大家休息的公园。广州呢，还是有很多的郊区，尤其是靠珠江出海口的地方，水乡的风光还是很美的。但是呢，你要开着车才能够来到这里从市区直接骑到这边呢，有点太远了。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开着车就来到了这些风光不错、比较有原生态的地方，骑些车散散步消磨一下时光。你想，我们现在右侧这个堤岸下面呢，就是湿地，就很多的树都是长在水里的但是照样呢郁郁葱葱，树木还是长得蛮高大的。我的左侧呢，就是一片片的水塘，在里面呢就是莲花山山路所以这边的一些不知道该称之为渔民还是村民就他们呢可以捕鱼的时候就到海里去捕鱼，那有时候呢就忙一些田间的这种劳作。但是很多家呢都有自己的水塘，就是养殖业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呢实际上是养鱼为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也不错。到了这边呢，又有点开阔了正好是一个弯道。这边叫进出渔港请减速这其实是一个提醒你的一句话。边上呢就有一些亭子、长椅之类让大家可以在这边闲坐。这边望过去呢，就是一派码头的风光了。你看右前方全部都是码头，其实就是我刚刚那边骑过来的地方
刚刚呢，我就从前面骑过来的，只不过呢，我骑过来以后啊，就从右侧的小道里面拐到了村庄里面去骑行了。现在我兜了一个大圈呢，又回到了刚刚我差不多出发地方了吧。你看啊，这边有多少的鱼塘，连成一片啊，但是应该属于一家家的吧。在前面就是莲花山这座山，前面有很多村屋啊。好，我呢就从右侧这条道骑回去了，我刚就从那边来的。在这边呢是可以看看风景的地方啊。你看，对面的就是码头了。这一路过来，开阔的江面啊。这边有个标识，3000米终点的地方了。好，我们往回走。照样呢，下面更清水的地方呢，也竖了很多鱼竿，很多人在钓鱼。现在我骑行的这个区域呢，还是番禺地区。其实一路骑，我相信可以连通到海珠区，到更远地方。就这种道路，如果以后全部连通的话呢，就连绵好几十公里啊，就可以让骑行爱好者在这一路可以长距离的骑行。那现在呢，我相信很多路段应该各管一段啊，还没有完全连成一条线。
这江边一路上都是飞舞的小虫子，扑面而来。哇，密密麻麻的小虫子，不知道是跟天气有关，还是这个季节的问题。今年呢是一个暖冬啊，过几天就春节了，可是广州几乎还没有冷过啊。其实按理说呢，春节期间应该会气温下降。前面呢就有一大片的住宅区，应该就是广汽的知联小镇啊。刚刚我就从那边过来的，人坐得很满。广州的一些知名的中小学呢，也在这边开设了分校，但是虽然一般的商业呢也已经有了，但是还是缺乏一些大的商业啊，像百货商店这些呢还是比较稀少。所以我觉得这边生活的人呢，如果在当地工作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家在这里啊，要去到广州工作上班的话呢，还是有点远啊，有点辛苦。但现在呢，这边是一片新区，住在这些楼上的人呢，可以望望江，吹吹江风，就有人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这段路呢，还剩了700米就到头了。
这边已经看到金山大道的牌子了。这边呢，又是一个大的水闸。在这种比较开阔的河湾啊骑行，真的觉得心情会非常的放松。但是右侧的江里面啊，大部分这种船只呢，都是内河的运输的船只啊，都扁扁的，长得不大好看啊。前方隐约看到一座大桥，我的理解应该就是黄埔大桥了吧。左侧这些田地再远一点的里面呢，就是广汽的地盘了，有广汽的研究所啊等等这种设施，也许呢他们的总部也搬到这个地方来了吧。好，我们在黄埔港的对面啊，稍事休息，换了一块电池，略事休息之后啊，我们继续向前骑行。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广汽的地盘了。我的左前方呢，就有很多广汽这家企业的大楼。我不知道前面还能不能骑过去啊？
稍稍再往前探探路，等一会儿呢就要前面掉头回去了。现在呢已经骑了14点几公里啊，我觉得作为一次健身骑行呢，就已经差不多了。左侧呢一大片的田地啊，都用这种黑纱一样的布啊盖着，可能是遮一些阳光吧。哟，这边有很多很漂亮的鸟，你看，惊到它们了，一片白色的，像那种应该是浣吧，还是鹿？前面呢就是广汽的，应该是他们的办公大楼啊之类的大楼了。这边有一片湿地啊，还是不错的。骑到这边呢，一共骑了接近16公里啊，时间呢差不多骑了不到1个小时。那我觉得我们再往前稍稍走一点啊，就准备打道回府了。真的很多漂亮鸟在我眼前经过，飞过。
从海鸥大桥骑到了这里啊，相信已经没办法再往前骑了，因为有个门已经是锁住了。那不管怎么说，我们今天也骑了16公里了，在这边呢准备掉头回去啊。但是我来过几回，就感觉这边啊维护它不如以前啊，就这个路，你看这些颜色都已经没了，质量一般般啊，而且好像缺乏一些管理。前面变成军事禁区了。好了，那我们就只能往这边掉头回去了。这边有一个国家生态环境监测这么一个地方。好，回家去。其实我知道这个附近呢，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河流边上的绿道，有些呢已经做成了一片的湿地公园等等。当然也有像我现在骑行的右侧堤岸下面的，就是普通的，应该是种树的林场啊。就有些人干脆就荒在那个地方。想必呢这块地方啊，过不了多久就要进行大的开发了啊。
即便是这样默默无语的在河滨的这种大道上骑行啊，就吹吹冷风，看看风景，放空一下自己，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一种体验啊。在这边呢，也会有很多人开着车在这个堤岸的大道上啊，停了车以后呢，看看风景，消磨一些时光。今天在这边刚开始骑行的时候啊，出的大太阳，感觉有点热。但是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太阳好像躲进了云层，天有点阴了下来。江边呢，迎着风骑行，还是比较舒适的。这边是种橄榄的。现在我原路返回啊，我左前方的就是七沙水闸，就是我刚刚经过的一个水闸。这个水闸呢还建得蛮高的。好，现在呢我骑上了这座水闸。
好，又回到了这个小镇啊，叫山海连城这个附近了。感觉这边那些绿化设施啊，已经很久没有人过问了啊，显得残旧，有些地方呢都坑坑洼洼，就有点像我上次去到亚运城那边骑行这些绿道公园啊，差不多的景象。就很多东西不能有始有终，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宣传的很好，弄得也很漂亮，过了几年，10年、8年以后啊，就没人管了。骑了差不多20公里了，准备结束我的骑行。最后呢，再到前面的社区、商业的一些中心附近去兜一圈，从这边掉头过来，就结束我们今天所有的骑行。就这条路呢，还算不错，因为毕竟有很多人家在这个马路的两侧。这条叫连海路。这边呢就有一些商业中心。右侧呢，就是这个社区的一些幼儿园、小学，前面还有个中学。
在前面呢就是广州大学附属中学番禺实验学校了。那这边呢，我觉得已经到了尽头了啊，我们在这边掉头回去吧。右侧呢就有一些超市等等商店。骑完了这条连海路呢，又回到了河滨了。今天的骑行呢就到此结束啊。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多运动啊，多健壮自己的身体，有好的身体呢，享受生活。祝大家都有开心的新的一年。好了，谢谢大家跟随和观赏，我们下次出行再见，拜拜。